之所以说是在楚风来之前，那是因为楚风来到此处之后，人们发现他的修为竟然超过了楚弘毅，并且强的不止一星半点。正因如此，楚风也就成为了这祖武修行界内楚氏天族首领的竞争者。想必楚弘毅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这种时候提出这个话题。如果说在此之前，楚弘毅提出这个话题，可能还会有人会想着推荐楚风。可是眼下面对着仙河出现可修炼的珍贵机会，这可真就难住了众人。弘毅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是我们的首领啊！忽然有人开口说话了，并且一开口就确定了楚弘毅这首领的地位。在修炼的机会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妥协。对啊，弘毅大哥，为何要说这种话？明明你就是我们的首领啊！没错，弘毅大哥带我们做了这么多事，论功劳也当由你来领导我们。若是他人，我是不服。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楚弘毅表明态度，一个是依赖已久的楚弘毅，一个是刚刚到来并不熟悉，甚至在昨日他们还得罪过的楚风。其实对于在祖武修行界修炼已久的楚氏天族族人来说，这个抉择并不难。好，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楚弘毅，那么楚弘毅便一定会担负起这个责任，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而归。当然，若是不信任我楚弘毅的人，那也就不要跟着我了，免得耽误了他。楚弘毅说此话的时候，特意看向了楚风、楚清、楚风等人，这是让他们臣服自己，否则他便不会带着楚风等人去寻找那仙河所在的位置。只是面对楚弘毅的目光，莫说楚清与楚双双视而不见，就连楚浩言与楚桓宇这两位憎恨着楚风的家伙也是没有理会。虽然憎恨楚风，但是面对修炼的机会，他们仍然不会放过。更何况来此之前，楚氏天族的族长已经与他们说过那样的话，他们也保证过放下与楚风的恩怨。虽然尽管内心还是憎恨着楚风，可是至少他们表面上还是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两者权衡之下，他们选择跟着楚风。看来几位新来的弟弟很不信任我，既然如此，你们便不用跟着我了。楚弘毅冷笑道，话语中满满的都是威胁之意。只是面对楚弘毅的威胁，楚清等人却依旧不以为然，这让楚弘毅很是不悦，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与楚风等人站在一起的楚平。楚平，你也不愿意信任我了？楚弘毅怒喝道，几位弟弟，这仙河的修炼机会当真很是难得，而弘毅他每次的预测都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楚平赶忙开口，他是想劝楚风他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虽然楚平从楚双双口中知晓楚风的修炼天赋有多么利奥的，但是他却不知道楚风的结界之术也同样是逆天的级别。正因如此，他才希望楚风他们可以忍辱负重的先跟着楚弘毅，因为在楚平看来，大家都是一家人，谁做首领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修炼资源，能够提升修为，唯有修为进步了，才不枉费来到这祖武修行界内。楚平大哥，我有一件事想问一下你。忽然楚风收回了望向天际的目光，看向了身旁的楚平。楚风弟弟，有什么问题你问。楚平问道，是不是我们目前可以活动的范围唯有我们的领地范围？楚风问道，有些修炼资源是共享的，但是像仙河这种随机出现的修炼资源，我们的确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寻找，不可进入他人领地，若是进入了，那怕是要有麻烦的。楚平说道，那楚平大哥可否方便告知一下我楚氏天族目前的领地有多大，都在哪些位置？楚风问道，这个当然可以，其实我昨日就该告诉你们的，这都是你们必须知道的。楚平说完此话，便为楚风讲述起当今楚氏天族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的领土范围，而楚风是界灵师，理解能力极强，所以听过楚平的一番话后，便立刻知道了他们现在可以活动的范围是在哪些地方。怎么我们楚氏天族在祖武修行界内的领土范围如此之小了？楚风眉头微微一皱，眼中涌现出了一抹不悦。尽管他早就猜到楚氏天族的领土范围很不可观，可却没有想到竟然比他预期的还要小这么多。楚风这话本来只是一种感慨，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可是楚弘毅听到这话可就是非常的不爽了，指着楚风怒问道，楚风，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楚风淡淡一笑，随后说道，我听闻我楚氏天族可曾进入过这祖武修行界的主域，可是现在龟缩在这东域不说，就连自家的领地都被他人抢夺，你问我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没用？好啊，你有本事你去把我楚氏天族的领地夺回来啊！楚弘毅指着楚风说道，不用你说，我楚风也会这样做。楚风说道，好大的口气，你以为你是谁啊？楚弘毅冷然一笑，随后对众人说道，大家也看到了，新来的这几位不仅看不起我楚弘毅，同样也看不起大家，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他们如此看不起我们，自然而然的也就有着自己的本事，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带着他们去寻找仙河了，所以大家随我走吧，至于他们也不需要我们来管。楚弘毅冷嘲热讽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也立刻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他们没有因为楚风的那番话感到丝毫的羞耻，反而被楚风的那番话所激怒了，对楚风产生了恨意。等一下，然而就在众人准备跟随楚弘毅离去之际，楚风却是忽然开口道，你们作何决定我楚风不管，但是同为楚氏天族族人，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根据我的观察，在楚弘毅所说的方向的确会出现一条仙河，但是那条仙河太小了，说它是河流不如说它是一条溪流，大家一同进去修炼，所获将极小。但是在我楚氏天族领地的东北方向的地底深处，则会出现一条暗流，那道暗流所蕴含的资源会很强，你们若是愿意，可以跟着我走，我可以带大家找到那条暗流。楚风说道。只是楚风此话一出，众人不仅没有欣喜之色，反而是眉头紧皱，眼中充满了质疑。我没听错吧？你居然告诉我们你能够找到暗流？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尊袍界灵师不成？楚弘毅指着楚风冷嘲热讽起来。而楚弘毅此话一出，众人更是纷纷摇头，看来他们与楚弘毅想到一起去了。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楚风可以找到那所谓的暗流。其实这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在这里修炼很久了，他们也知道藏在地底深处的暗流仙河蕴藏的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更强，可是没有足够的实力，是根本找不到那暗流仙河的。据他们所知，至少也要尊袍界灵师才行，否则根本就洞察不到暗流仙河所在的位置。而面对众人的质疑，楚风倒也没有解释。楚风终究是人，而非圣贤，他也会愤怒。面对众人的不信任，他也是懒得解释，反正不相信他，吃亏的是那些人。楚平，你是何意？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个楚风能带着你找到暗流仙河吧？楚弘毅看着楚平问道。弘毅，楚风弟弟他们刚来此处，对这里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还是楚平自然不相信楚风，他只是相劝楚风罢了。对于不信任我的人，我楚弘毅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带他去的。至于你，随你的便吧。楚弘毅说话之间便拔空而起，向那西南方向飞掠而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众人也是纷纷拔空而起，跟随楚弘毅飞掠而去，眨眼间便消失在西南方向的天际之中。此刻，这领地之内，高台之上便只剩下了楚风、楚清、楚浩言、楚环宇、楚双双以及楚平等几人。其实看到楚浩言与楚环宇居然也选择了跟他，不管他们是不是因为利益和修炼资源，但楚风都仍然有些意外。而楚风并非是记仇之人，所以也没有难为楚浩言和楚环宇的意思。楚风弟弟，你们真是不知道这仙河的重要性，你们真的不该错过这次机会。而楚弘毅他虽然脾气暴躁了一些，可他总归也是为我们好，所以只要你们去道个歉，相信他。楚平仍然想要劝解楚风他们。楚平大哥，此话不要再说了，你随我走便是。楚风说话间便拔空而起，而楚清与楚环宇以及楚浩言三人则是跟随楚风拔空而起。双双，你劝劝楚风弟弟他们吧。楚平对楚双双说道。而对于楚平的劝解，楚双双则是淡淡一笑，说道：楚平大哥，跟着我们走吧。与其相信楚弘毅，我倒是劝你相信楚风弟弟，因为他会给你一个惊喜。话罢，楚双双便拔空而起，向楚风追赶而去。而此刻，楚平则是一脸茫然，但最终他也是拔空而起，跟随着楚双双向楚风追赶而去。尽管楚平跟随楚风几人而来，可是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想要跟着楚风寻找那所谓的暗流仙河，他是想要劝阻楚风，让楚风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希望楚风能和楚弘毅和解。直到楚风等人飞落而下之后，这楚平还想着劝楚风这事，只是当楚平刚要开口之际，他那张开的嘴巴却没办法闭上了，就连他的双眼也涌现出了无比吃惊的目光，因为眼下楚风已经释放出了他的结界之力。这楚平又不傻，一眼就看出楚风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已然不是仙级，而是尊级。尽管只是重文，但楚风竟然真的是尊袍界灵师。这双双妹妹，这狂喜之余，楚平看向了楚双双，直到此刻他才终于知道为何楚双双他们如此信任楚风。原来这不仅仅是跟楚风关系好，而是他们知道楚风真的可以寻找到那传说一般的暗流仙河。楚平大哥，这下你相信我说的了吧？楚双双笑着对说道。而与此同时，楚清也在笑眯眯地看着楚平。双双妹妹，几位弟弟，你既然早就知道楚风弟弟是重温级尊袍界灵师，为何不早一点说啊？若是早一点说，大家又岂会不相信楚风弟弟的话？楚平这话语之中竟然有着几分埋怨之意。听得此话，楚双双便要开口解答，可是还不待楚双双开口，楚清便抢着说话了。楚平大哥，那些人不相信楚风弟弟，甚至出言讽刺楚风弟弟，你倒是给一个理由，一个让楚风弟弟证明给他们看的理由。楚清对楚平问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楚平说道。我们的确是一家人，可是一家人就可以不弄清是非黑白，就讽刺他人吗？楚风弟弟说他可以带着大家找到暗流仙河，可是为了大家好，他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用那冷嘲热讽的目光看着楚风弟弟，这是家人吗？依我看，这更像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楚清说道。楚清，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楚平仍想解释，只是人非圣贤，楚风弟弟没有那个责任，也没有那个义务，必须去管那些所谓的族人。就像楚风弟弟被遗弃到下界，楚学元叔叔被关押到禁地，并没有族人去同情去管他们一样。楚清抢着说道。听到这里，楚平脸色一僵，他不再说话，反而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愧疚之色。是哥哥错了，不该要求你们。楚平叹息一声，话语之中更是满满的愧疚之色。他恍然意识到，楚风虽然天赋异禀，可是自下界一路走来，那也是非常不易的。楚家人的确没有资格要求楚风去为楚家做什么，他楚平更是没有这个资格。楚平大哥，知道我为何不证明给他们看吗？就在此刻，楚风忽然对楚平问道。见楚风居然开口，楚平也是目光一动，犹豫再三，仍是问道：为何？就算我让他们知道我是重温级尊袍界灵师，他们也未必就相信我，因为这暗流仙河很难找。就算我是尊袍界灵师，想必大家也不会觉得我就一定能找到暗流仙河。这仙河现世如此难得，我想大家都希望求稳，而不想冒险。楚风说道。这倒也是，想找到暗流仙河，至少要重文级尊袍界灵师才行，但这只是最低的要求，可并不是说只要是尊袍界灵师就能找到暗流仙河的，因为哪怕是暗流仙河也分很多种。原来楚风弟弟是不想让大家冒险，先前是我错怪你们了。楚平说道。信不信我那是他们的事，但我没有展现实力，其实是另有缘由。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平目光一动，随后问道。不知楚风弟弟到底是由何缘由？楚平问道。其实我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明白不相信我楚风只会是他们的损失，唯有这样日后才更好的统领他们。楚风淡淡的笑道。而听得楚风此话，莫说是那楚平，就连楚清楚双双等人也都是表情一僵，内心一颤。
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竟然会毫不掩饰的展露他内心的想法。而楚风内心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楚了，他是打算统领这祖武修行界内的处世天族族人的。而人们之所以吃惊，是楚风居然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就展露出了他的野心，这更是显示出了楚风的自信。就在这时，虚空之上的漫天仙河开始消散，璀璨的星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蓝天白云以及暖暖的阳光。而这一刻，这方天地也是变得平凡，就像是从梦境回到了现实一般。可就在这时，这放大的忽然剧烈的抖动了一下，地底深处像是有了某种剧烈的波动。而与此同时，楚风那大阵之中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那阵法内的结界之力翻江倒海间不断形成不同的符咒与图案，人们都知道那是在预示着什么，只是他们都看不懂那种预示。就在这时，楚风大袖一挥，在其身前的磅礴大阵便烟消云散。楚风此举让楚平等人有些不解，那阵法明明有了反应，怎么楚风看都不看一眼就将阵法解除了？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却是说道：“找到那暗流仙河了，随我来吧。”楚风说话间身形一纵，便向地底深处钻去。见状，楚平等人也是赶忙跟上。本来楚平的内心还充满怀疑，毕竟重温级尊袍界灵师想找到暗流仙河本就很难，怎么楚风如此轻易的就确定了那暗流仙河的位置呢？可是随着楚风一路下潜，那楚平很快便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天地能量自四面八方传来。这一刻，楚平的心中像是一团隐藏已久的火焰猛然爆炸开来一般，他激动的汗毛竖起，就连身体都在颤抖，因为他知道这是暗流仙河所传来的气息。此刻，楚平再度望向楚风，他的目光已经彻底变了。他看着楚风的背影，竟然产生了一种想法，也许这个刚刚来到祖武修行界的后辈会搅乱这祖武修行界的平静。暗流仙河的气息，楚平等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只是他们却依旧紧跟着楚风，不敢私下乱走。他们很清楚，这暗流仙河的气息其实也是一种迷惑，他们若自己搜寻，怕是根本就找不到那暗流仙河所在的位置，唯有跟随楚风，他们才能找到暗流仙河。而楚风也当真没有让他们失望，当他们下潜足足半个时辰之后，他们便来到了一座岩洞之中。这岩洞之大，竟然堪比一个地底世界，而在这地底世界的中心区域，便有着一条彩色的河流正在流动着。暗流仙河，楚风弟弟，你居然真的找到了暗流仙河，好强的天地能量！此刻，楚平感慨不已，他们在这祖武修行界修行已久，曾多次在仙河之中修炼，但这却是他第一次看到天地能量如此浓郁的仙河。我要去把大家叫来。楚平说话间便要转身离去。楚平大哥，你若离开此处，怕就回不来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平微微一愣，随后说道：为何呀？我知道你来时的路上已经记下了到达此处的路线，但是你却不知晓，这一路走来，四处都是迷惑的气焰，只是你感受不到那气焰罢了。你跟我来，才能找到此处，但你若离开，想再找到这里，怕是没有可能。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平的脸上不由得涌现出郁闷之色。这楚平是一个以家族集体利益为上之人，所以哪怕他自己错过这修炼的机会，他也想大家一起共享着暗流仙河，而眼下竟然没办法叫大家来，他自然是有些失望的。楚平大哥，这都是命，是你的命，也是他们的命。楚青说道。楚平大哥，来都来了，便抓紧修炼吧。楚风说道。好，那我便不离去了。楚平笑着点了点头，相信你们也能感受到这暗流仙河的力量。其实最强的力量来自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进入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那里有着极强的力量，若是靠近之后将被其卷走，具体卷向何处可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会被那力量顺着这暗流仙河流动，必然是要离开我楚世天族的领地的。所以就算这暗流仙河伤不到大家，若是不幸遇到其他领地的人也找到了这条暗流仙河，那就难免是一场大战。楚风说道。对，楚风弟弟所说在理，咱们修炼归修炼，但绝对不可越界，否则若是引发两个势力之间的矛盾，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楚平说道。随后楚风等人便进入那暗流仙河之中开始修炼。进入暗流仙河后，连楚风也是忍不住感叹这暗流仙河内力量的奇妙，只是想要领悟修武之道，领悟到突破之法，楚风却也要认真的去领悟才行。这种情况下，楚风很快便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周围发生的人和事，楚风都开始渐渐的漠视掉。楚风弟弟，不好了！可是忽然，楚双双的身影却在楚风耳边炸响，与此同时，还有人摇晃楚风的身体，这让原本已经进入修炼状态的楚风立刻被唤醒过来，抬头观望，才发现楚双双一脸紧张的看着自己，发生何事了？他们人呢？楚风醒来，便赶忙起身四下观望，这才发现此刻这暗流仙河内竟然只剩下了他与楚双双、楚平、楚青、楚浩言、楚环宇四人，全都不见了。楚风弟弟，楚浩言与楚环宇弟弟没有听你的警告，靠近了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结果被暗流仙河的力量卷走了。眼见不妙，楚平和楚青都前去解救，只是他们两个也都被一同卷走了。眼下他们四人已经跟随着暗流仙河向那未知的区域而去。楚双双说道。真是愚钝！得知此事，楚风忍不住咒骂一声，明明事先就已经明确的提醒过了，可是他们居然还是不听。若不是楚青与楚平也因为救他们二人而被卷入暗流仙河之中，楚风真的就不想管他们了。双双姐，你在此等我。楚风对楚双双说完此话，便纵身一跃，自这暗流仙河的边缘区域跃入了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跃入的一刹那，楚风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卷走，
跟随着这暗流仙河的流向，快速的向暗流仙河的深处而去，眼睁睁的看着楚风消失在暗流仙河的深处。楚双双则是心中一紧，一双眼眸之中不由得涌现出了些许愧疚之色。他叫楚风，本是想让楚风想想办法，但却没有想到楚风会以身犯险，通过这种方法去找寻楚平等人。若是他们安全归来也就罢了，但若是出现意外的话，可就糟了。想到此处，这楚双双竟也身形一纵，跃入了那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他已经想好了，无论前方道路是凶险亦或是机遇，他都要与楚风等人共同面对。楚风进入暗流仙河的中心区域后，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束缚，他已经无法脱离此处，只能随波逐流。这种情况持续了足足1个时辰，楚风那跟随暗流仙河流动的速度才开始减缓。终于，楚风恢复了自由。只是此刻，楚风发现他已经来到了暗流仙河的尽头，而在这里并没有看到楚平、楚清以及楚浩言和楚桓宇等人。对于他们的消失，楚风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自打来到此处，楚风便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比暗流仙河还要强大气息。那是自不远处的一个岩洞传来的。那个岩洞很小，只能容许1个人走入，可是就是这个很小的岩洞，却散发着比暗流仙河还要浓郁数倍的天地能量。而楚风仔细感应，自那岩洞之中，却也可以感受到楚清等人的气息，所以楚风几乎确定，他们4人是跟随着这股力量向那岩洞深处行去了。这里已经不是楚氏天族的领地，竟然还敢贸然活动。楚浩言与楚桓宇不懂规矩，难道楚清与楚平也不懂？此刻楚风有些恼火，凭借界灵师的观察，楚风觉得这比暗流仙河还要强大的天地能量，怕是有所猫腻。这种猫腻很可能蕴藏着某种凶险。可就是这样的地方，楚平等人居然都走了过去，楚风怎能不恼火？楚浩言与楚桓宇也就罢了，可是楚平应该很清楚，这祖武修行界的规矩才是。尽管内心恼火，可是楚风却不能不管他们，于是只得也向那岩洞走去。而当走过这狭窄的岩洞之后，楚风则是再度进入了一个浩瀚的岩洞之中。进入此处之后，那天地能量的气息越来越强，只是这种天地能量的气息虽强，却不可修炼，也就是说，这强大的气息更像是一种诱饵，唯有找到那根源才可修炼。楚风越发觉得这天地能量的来源多半蕴藏着某种危险，可是没办法，哪怕明知道那是危险，他却也必须继续前行。然而楚风并不知道，在这岩洞的深处有着另外一伙人也在此处。这是一群人，身穿一样的青色长袍，那青色上面布满了青色的羽毛，看上去倒是非常的别致。而除了这引人瞩目的布满了青色羽毛的长袍外，他们头上也都戴着一顶相同的帽子，这帽子尖尖的，竟然高大3尺。其实这帽子的外形除了有些特殊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吸引的地方，但是帽子前方的青羽2字却是格外的醒目。眼下这群人整齐地站在原地，而在他们的前方竟然跪着4个人。这4个人不仅鼻青脸肿，更是浑身是血。而这4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楚平、楚清以及楚浩言和楚桓宇4人。求您了，放过我们吧，我们真的不是有意闯入你们领地的。楚平尽管已经被打得很惨，可是他不仅没有丝毫怒意，反而是一脸恐慌的苦苦哀求着。因为楚平非常清楚这些人的可怕，这群人便是青羽妖族的族人，而青羽妖族在整个祖武修行界的东域都是有着一定地位的强大势力，连欺压在楚氏天族头上的粉野妖族都是靠着青羽妖族罩着的，可想而知青羽妖族与楚氏天族的差距有多么的巨大。正因如此，楚平才会不顾尊严苦苦哀求。只是哪怕楚平已是如此哀求，但是对方却依旧很不领情。被我们抓到了就说不是有意的，那你倒是说说你们是怎么来到此处的呀？青羽妖族之中有人问道。我们在我族的领地之中发现了一条暗流仙河，只是那暗流仙河的力量太强，我们不幸被卷入其中。我们是被暗流仙河的力量冲到你们领地之中的，但是那暗流仙河的力量太强了，我们没办法原路回去，哪怕御空而行也是不成。因为除了暗流仙河的力量外，就连周遭的岩壁也是异常的坚硬，我们被困住了。不过所幸我们发现了一个岩洞，于是便顺着岩洞而行，想要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去的道路，这才走到了这里。我们真的不是有意闯入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楚平苦苦哀求道。相信你们？就凭你们也能找到暗流仙河吗？依我看，你是当我们傻吧？那青羽妖族之人说话之间，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力量便落在了楚平的身上。这一刻，楚平顿时发出一声惨叫，他的肉身都碎裂了，哪怕灵魂都快要散了。可是就在这时，周围却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将楚平的灵魂重聚，将楚平的肉身重组。虽然此刻楚平的身上只是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可若是没有那奇异的力量，先前的一击可是足以把楚平杀死的。算了，放了他们吧，反正在祖武修行界有阵法的力量守护，也根本杀不死他们。就在此刻，青羽妖族之中有人开口说道：哼，就这么放过他们，也未免太便宜他们了。虽然不能杀了他们，但却必须好好惩治他们一番不成？先前对楚平出手的那位说道：大人，我真的没有骗您，我们真的找到了暗流仙河，您若不信，我可为您引路，您过去一探便知。楚平苦苦哀求道：随你去看，老子可没这个时间与你浪费。这样吧，你们几个跪在地上，给我磕100个响头，我就饶了你们。青羽妖族的人说道：让我向你们磕头？休想！只是青羽妖族的那位此话刚出，楚清便大吼一声：给我闭嘴！然而楚清此话刚刚落下，那位大袖一挥，楚清整个人便轰飞出去。落地之际，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洒而出，脸上更是布满了痛苦之色。我让你嘴硬！然而那位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单手不断摆动着，那手每摆动一下，便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自其手中飞掠而出，冲击到楚清的身上。此刻的楚清
就像是一个玩偶一般，任由他所操控，被他凌虐着。但是楚青非常的有骨气，明明遭受对方的轰杀，可他却是紧咬牙关，连一声痛苦的哀嚎都没有发出。你倒是有骨气，很好，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忽然，那位手腕一转，竟然化指掌未绝，而另一只手对着楚青一指，刹那间，一道道暗红色的光芒体便不断自其手指飞掠而出，钻入楚青的身体。那暗红色的光芒体进入楚青的身体后，竟然宛如一条条虫子一般，在楚青的身体快速的游走。而这一刻，楚青也是嘴巴一张，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住手，大人，求您了，快住手！他们年龄还小，大人您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见此情形，楚平赶忙开口求饶，相救他们倒也不是不行。这样吧，你一个人向老子叩头4000下，我就饶了你们。那位青羽妖族的人对楚平说道：“好，我叩。”对于这个要求，楚平不仅没有犹豫，反而连连点头。紧接着，楚平便主动跪在地上，向青羽妖族的这些人叩头。他叩头叩得很用力，并且每叩一下，都会向青羽妖族的众人抱手作揖，且说道：“大人，我们知错了，还望大人饶我们一条生路。”就这样，楚平不停地向青羽妖族的这些人叩头。我可是听闻，曾经的楚氏天族在这祖武修行界内也是称霸一时、呼风唤雨的存在，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代就这么不中用了？之前老子想不通，但是现在老子明白了，因为你们太懦弱了。看着那不断向自己叩头的楚平，青羽妖族的众人不仅没有一丝怜悯之意，反而在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戏谑与讽刺的目光。楚平大哥，你在做什么？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在不远处炸响，忽然间传来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不由得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而顺声观望，人们可以看到一道腰间挂着楚氏天族的青年正站在远处望向他们这一边，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追赶着楚平等人而来的楚风。还敢说不是有所预谋？这么快就又来了一个男人啊！去把这个小子给我抓来！青羽妖族之中，先前对楚平与楚青出手的那位说道，而他此话一落，便立刻有人把控而去，向楚风飞掠而去。那位乃是一位一品天仙，所以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俯视之色，就像是一只来自天上的神鹰在看待来自凡间的小鸟一般。猛然间，他出手了，一掌轰出，磅礴的武力便如同瀑布一般向楚风压迫而去。这一击可谓是毫无保留，在他看来，这一击若是击中，而又没有祖武修行界内阵法力量守护的话，那么眼前的青年将必死无疑。可就算有阵法的力量守护，这一击也将会给他带来灵魂俱灭的痛楚。可是就在对方出手之际，楚风的手臂只是轻轻一挥，下一刻那位便感觉自己的整个肉身都要粉碎一般，哪怕自己的灵魂都快要被撕碎。这一刻，那位发出了惨痛无比的叫声，但是旁人看的却更为清楚，在楚风挥手之际，那位向楚风飞掠而去的青羽妖族族人竟然直接被轰飞开来，狠狠地撞在了这岩壁之上。这一刻，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的族人都是神色大变，包括那位先前一直凌虐楚平与楚青的那位，也同样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因为在楚风出手的那一刻，楚风的气息也是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6品天仙，这个修为可是比他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强的。你是谁？你是哪个势力的？为何要来到我青羽妖族的领地？青羽妖族的族人大声质问道。哪怕楚风的腰间明明挂着楚氏天族的令牌，可是他们却并不相信楚风是楚氏天族的族人，不因别的，只因如今的楚氏天族实在太弱了。所以在感受到楚风的实力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楚风是另外一个势力的人，他来到此处怕是另有目的。只是对于他们的问题，楚风却是根本不予理会。楚风身形一纵，在顷刻之间便来到了楚平身旁，亲手将楚平搀扶了起来，且对楚平问道：“楚平大哥，是他们逼迫你下跪求饶的？”楚风对楚平问道。楚平的脸上强挤出了一抹笑容，但却并没有回答楚风的问题。他是害怕楚风惹祸，毕竟对方可是青羽妖族的人，若是楚风真的做了什么，那他们整个楚氏天族可都是要倒大霉的。楚风就是他们做的，我们再次相遇，他们二话不说便对我们出手，并且出手便是杀招，就是要取我们性命。幸亏此处有守护力量，保我们不死，否则我们现在早就葬送在了他们的手中。可是楚平虽然没有开口，但是楚浩言却是站起身来，一脸怒意地指着青羽妖族的众人说道：“他们不仅对我们出手，还逼迫我们向他下跪磕头，我们不听，他便折磨我们，并且每一次出手都要将我们的灵魂轰散。虽然此处的力量可以保我们不死，可是灵魂被轰散的痛楚，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得到。”与此同时，楚环宇也是站起身来，用那瑟瑟发抖的手指向了青羽妖族的众人：“楚风，你若当自己是楚氏天族的族人，你就替我们报仇，让他们也感受一下灵魂被轰散的滋味。”楚浩言对楚风说道：“楚风，你若是今日替我们报仇，替我雪耻，那我楚环宇与你的恩怨不仅一笔勾销，我还愿替你调遣。”楚环宇也是对楚风说道。此刻，楚风的目光扫向了楚浩言与楚环宇，这才发现这两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天才，眼下不仅浑身是血，身体瑟瑟发抖，甚至他们的脸上还布满了泪水。楚风可以想象，在他来此之前，楚浩言以及楚环宇遭受了怎样的侮辱，这两位天才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否则对他恨之入骨的两个人不会来向他求助，为何伤我同族？此刻，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青羽妖族的众人，楚风的目光非常的凌厉。当感受到此刻楚风的目光后，莫说青羽妖族的其他人，就连那位先前还霸气无比的，并且折磨楚平与楚青等人的那位，也是神经一紧，紧接着大片的冷汗便涌现了出来。他们在楚风的目光之中感受到了杀意。你当真是楚氏天族族人？你要做什么？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你若是敢对我们出手，我要你处世天族，日后没办法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继续存活。”那位明明已经开始惶恐，可是他却用那颤抖的手指向了楚风，且说出了充满威胁的话语：“看来你是没搞清楚状况。”此刻，楚风剑眉倒竖，眼中的杀意则是越来越浓。楚风弟弟，住手！住手啊！他们乃是青羽妖族之人，我们得罪不起他们，不能对他们出手啊！可就在这时，楚平竟然紧紧地抓住了楚风，拦着楚风，不让楚风出手。而见楚平如此，青羽妖族众人的脸上则是不由自主地涌现出了一抹得意之色。楚平大哥，你这是做什么？难道你忘记他们先前是怎么对你们的了？楚风对楚平问道。楚风弟弟，我们闯入此处，本就是我们的错，他们就算略作惩罚，也是应该的呀。楚平说道。略作惩罚？若是没有祖武修行界的守护力量，你们已经死了很多次了，你居然说这是略作惩罚？此刻，楚风眼中涌现出了一抹怒意，猛然间他一把抓住了楚平，竟然将他给提了起来，且指着楚青、楚浩言以及楚环宇三人说道：“你给我睁开眼睛，仔细看好了，他们三个可是你的兄弟，你的兄弟被他们折磨成了这个样子，你居然只说略作惩罚，你还配做他们的兄长吗？”话罢，楚风将楚平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而这一刻，瘫坐在地上的楚平则是一脸呆滞，竟然不知该如何解答。楚平大哥，你先前跪在地上向他们叩头求饶的时候，可有想过你此行此举是否是我族老祖宗不愿意看到的？你那么做，丢的可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脸面，还有我楚氏天族的脸面，列祖列宗的脸面。楚风指着楚平大声问道。楚平不语，只是身体瑟瑟发抖，红润的双眼开始有泪水不断流下。你知道为何他们如此看不起我楚氏天族？你以为你向他们跪地求饶，他们就会饶我们一条生路？我告诉你，不会，以前不会，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永远都不会。修武者的世界向来是弱肉强食，哪怕你摇尾乞怜，也没人会真的同情你。楚风继续说道。而此刻，楚平已是泪流满面，哭得泣不成声。哭有什么用？哭若有用，便不必努力修炼了。猛然间，楚风再度探出手来，抓住楚平的胳膊，将楚平从地上给提了起来。楚平大哥，你现在看好了，我楚风来告诉你，该怎么改变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被夺走的尊严，唯有亲手夺回来，他才会重生，否则便是我们一辈子的污点。话罢，楚风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力量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下一刻，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的族人都是倒卧在地，并且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他们的肉身在一次次的被摧毁，灵魂也在一次次的被摧毁。他们在一次次的承受着被杀死的痛苦与恐惧，一次次的感受着死亡的恐怖。这不仅仅是肉身上的折磨，不仅仅是灵魂上的摧残，更是心灵上的折磨。你们给我听好了，要么选择跪在地上向我的几位兄弟磕头认错，要么就一直承受着我这力量的折磨。的确，在祖武修行界内，因守护力量的存在，我杀不死你们，但我敢保证，只要我想，我这力量可以让你们精神崩溃，丧失意识，成为行尸走肉。楚风对青羽妖族的众人说道：“大人，快住手！我愿意磕头求饶，我愿意磕头求饶，求您饶我一命啊！”楚风此话刚刚落下，便立刻有青羽妖族的人表示愿意磕头求饶。大人，我愿意向你的兄弟磕头认错，求您放过我吧。大人，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啊！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举手示意。很快的，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的族人竟然都表示愿意向楚平等人磕头认错，哪怕先前那个完全就不把楚平等人当人看，不停地折磨他们的那一位，竟然举手了。这种情况下，楚风倒也没有食言，而是收回了自己的力量，且冷漠地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若有人敢玩猫腻，我让你们从此生不如死。大人，我错了，我错了，先前是我不对，您饶了我吧。”猛然间，有人跪在了地上，向楚平磕头求饶。此刻，站在地上的楚平一脸呆滞地愣住了，因为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第一个向他下跪并且磕头求饶的，就刚好是先前那个高高在上对他进行折磨的哪一位。而紧接着，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的族人都是跪在了地上，不停地向楚平等人叩头，不仅叩头，还不断地开口求饶，甚至在他们的声音之中都充斥着颤抖的声音，那是恐惧，极深的恐惧。这一刻，楚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是见到的一切。要知道，这些可是青羽妖族的族人，这些在他眼中平日里见到都必须绕着走的存在，眼下竟然全部跪在他的面前，不仅向他磕头，还口口声声求他放过他们。此刻，楚平当真觉得如梦如幻，就仿佛真的身处梦境一般，但他却非常清楚，真是真实的，这是正在发生的。这一刻，楚平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发现楚风竟然面无表情，他猛然间意识到，楚风可能对于这种场面已经见得太多，所以才会没有波澜。他也猛然间的意识到，楚风说的可能是对的，在这种地方不能贪生怕死，摇尾乞怜是没有用的，那样换不来他人对你的尊重，唯有拳头够硬，才能让对方尊重你，惧怕你。青羽妖族的人在跪地求饶，可是楚风却丝毫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楚风要做的很简单，他必须让楚平、楚青、楚浩言以及楚环宇满意才行，否则楚风是不会放过青羽妖族的这些人的。这感觉，可是忽然之间，楚风目光一动，他感应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的向他们飞掠而来。而在对方的身上，楚风还感受到了青羽妖族的气息，那是青羽妖族的人。楚风弟弟，怎么了？见楚风眉头皱起，楚平察觉不对，赶忙询问起来：“楚平大哥，青羽妖族有援军来此，你们速速离开此处，原路返回。”楚风说道。那你怎么办？楚平问道。我来挡住他们，你们速退。楚风说道。那好，你一定要小心，几位弟弟，你们跟我走。此刻，楚平倒也没有再犹豫，
而是转身带着楚青等人逃离。因为他也很清楚，以他们的实力，就算留在此处，也根本帮不到楚风，反而会成为楚风的累赘。而果不其然，就在楚平等人离开没有多久，足有几十道身影便快速的飞掠而来。这些人皆是青羽妖族的族人，修为全部都在天仙境，最弱的也是4品天仙，而最强的一位竟然是8品天仙。当青羽妖族的众人赶到之后，看到那些跪在地上的族人，一个个的皆是眉头紧皱，眼中充斥着复杂的情绪。你们在做什么？为何跪在地上？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那个8品天仙所发出。是青羽凤鸣大人，太好了，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凤鸣大人，快救救我们，快救救我们啊！而看到这些人的到来之后，那些跪着的青羽妖族众人顿时如同见到救星一般，一个个的开始疯狂的求救，甚至更有夸张，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哭流涕，就像楚风如何虐待了他们一样。不过仔细说起来，楚风对他们使用的手段倒也的确是有些残忍，说是虐待，倒也并不为过。而这一刻，那位8品天仙的族人，包括后赶到的所有人，也都是明白，这一切是与那个站在不远处的人有关。但是迫于感受不到楚风的实力，他们倒也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观察起楚风。当他们发现楚风腰间那楚氏天族4个大字之后，则是目光一动，那目光之中乃是惊讶之色。他们显然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群族人会被一个区楚氏天族的族人所压制。毕竟在他们眼中，这族武修行界的楚氏天族就是弱的不能再弱的一个废物家族。而不管怎么说，此刻跪在地上的同族之中，最强的一位可是5品天仙啊！这岂不是说，这个楚氏天族的族人至少也有着6品天仙的实力？这样的实力，虽然对于青羽妖族来说不足为惧，可是对于当今的楚氏天族来说，这个实力已是超乎想象的。你是楚氏天族的人？那位8品天仙的问道。既然都知道了，又何必多此一问？楚风笑着说道。胆子够大的，你是不想在这族武修行界安心混下去了，对吗？那位8品天仙见楚风居然承认，顿时怒喝一声。他根本就没有问楚风为何要对他的族人这般，反而是一开口就判定了楚风的死刑，十分的霸道。我觉得你倒是应该问一问，我为何要对你的族人这般。楚风笑着说道。我不必知道，因为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该死。那位8品天仙此话一落，眼中猛然杀意涌动，在其意念转动之间，顿时风起云涌，磅礴的威压向楚风压迫而来。但是对于这一切，楚风却是早有准备，几乎在其杀意刚刚释放，还未真正出手之际，楚风便是意念一转，将自己那神级雷纹的力量释放而出。与此同时，楚风更是释放出了远古战斧以及远古战剑2大秘技，两大秘技相融，与楚风融为一体，化作一斧一剑，围绕着楚风缓缓旋转。此刻，神级血脉的力量帮助楚风提升了1品修为，而2大远古秘技帮助楚风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此刻的楚风在战力上已是丝毫不弱于青羽妖族的那位8品天仙。只见楚风大袖一挥，轻而易举的便将青羽妖族那位8品天仙的威压给驱散开来。这家伙惊！莫说是跪在地上的青羽妖族，就连那些后赶到的青羽妖族也是一脸的吃惊。哪怕是那位对楚风出手的8品天仙也不例外。他们都知道，天级血脉者只要修炼了天罚玄功，便可凝聚天级雷纹，获得提升1品修为的力量。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楚风不仅获得1品修为的力量，楚风额头之上的还是一个神字。也就是说，楚风修炼的绝非是天罚玄功，而是传说中的神罚玄功。纵观整个祖武星域，拥有天级血脉者数不胜数，就连修炼了天罚玄功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可是修炼传说中神罚玄功的人，当今的整个祖武星域却是从未见过。但是就是那种见都见不到的人，眼下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怎能不惊？但最令他们惊讶的是，楚风不仅仅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他还掌握着如此逆天的秘技，竟然能够获得逆战1品的战力。眼下青羽妖族的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忽然杀出来的楚氏天族族人非常的不简单。你是这次刚刚进入祖武修行界的？眼下就连那位8品天仙的青羽妖族族人也是目光变化，不再贸然出手，而是对楚风询问起来。没错，楚风说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位8品天仙继续问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名为楚风。楚风说道。楚风听得楚风2字，青羽妖族的所有人目光再度有所变化，他们是在整理脑海中的记忆，在努力搜索着关于楚风的讯息，只是奈何他们却都没有找到与楚风相关的任何讯息。他们从未听说过楚氏天族还有这样一个人，楚氏天族隐藏的够深的。忽然，青羽妖族中一位年龄稍长者冷笑一声，此话何意？楚风问道。难道你不是楚氏天族暗中培养多年所培养出来的族人？否则为何之前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那位问道。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怕是未必吧？楚风淡淡的笑道。我们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你的名字。那位8品天仙也是讽刺的笑道。紧接着，那位8品真仙周围所站着的青羽妖族族人也都是跟着笑了起来，那笑声之中皆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而对于他们这充斥着讽刺之意的话语，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说道。那楚轩辕你们可听说过？楚轩辕。楚风此话一出，青羽妖族的族人皆是面色大变。楚轩辕，整个祖武星域怕是很少有人没有听说过，那可是曾经名震星域的大人物，至今他的事迹仍然被许多人传颂着。而当楚风提及楚轩辕3个字后，他们也是猛然间想起了关于楚风的事情。楚轩辕之子不就是叫做楚风吗？你是楚轩辕的儿子？有人惊呼道。正是。楚风回道。这不是相传你早已经死了吗？发问者感到吃惊。是啊，他们早就听闻楚轩辕之子已经死了，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把楚风与楚轩辕之子联系到一起。显然我没死，并且活得还不错。楚风淡淡的笑道。
当确定楚风的身份之后，在场的所有青羽妖族族人都是一脸的吃惊。而在吃惊之余，人们也是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位八品天仙。原本他们都是下定决心要让楚风付出代价的，可是当得知楚风竟是楚轩辕之子后，他们却是有些犹豫了。准确来说，他们是有些怕了。楚轩辕那是何方神圣，他们可是早有耳闻的。甚至当提及楚轩辕3个字的时候，他们族内的那些前辈大多都是充斥着忌惮与敬畏的。在许多人眼中，楚轩辕的一生简直就是神的一生，因为他所做到的事皆是凡人所做不到的事。而初见楚风展露实力，他们便很惊讶，楚风为何小小年纪具备如此不可思议的本事。可是当他们得知楚风竟然是楚轩辕之子的时候，他们便不再那般吃惊，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了。毕竟楚轩辕本身就是修炼过神罚玄功的人啊，而且楚轩辕不仅实力超群，他的父亲楚汉仙也曾是名震祖武星域的逆天之才。想一想，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又怎能是寻常之辈？这样的寻常之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与这样的人作对，可都是要3思2后行的。所以准确来说，当这些人得知楚风的身份后，他们是有些怕了。哼，楚轩辕之子便敢如此胡作非为？那青羽妖族的八品天仙冷声问道。相比于其他人族人看向楚风的变化，他的目光不仅杀意不减，反而有着几分增长之意。你们族人如何行事的，你们自己清楚。所以今日之事谁是谁非，我楚风懒得与你们辩解。我留在此处，也不是为了与你们辩解的，而是有一件事需要你们明白。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那位八品天仙淡淡一笑，随后问道：那你倒是说说，你想让我们明白什么事？今日让你青羽妖族跪在地上者，乃是我楚风一人所为，所以我希望你们日后想要报复也好，或者其他也好，都冲我楚风一人来，莫要牵连我族人。楚风说道。